在老广的食谱里，大米担起饱肚子的主食角色的同时，也构成了千变万化的街头美食。它有无数分身，不仅在正餐上出现，也能以各种米制品的形式大放异彩。老闆娘早晨。早晨，早晨。我2碗池水。啊好。揀你女乾。啊好。阿姨啊，幫我要2碗池水啊嘛。好。糍水，珠海斗门的传统街头美食。土生土长的斗门人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为这种长相酷似濑粉，但风味做法均异于濑粉的糍水证明。因为这种被斗门前务人叫了近100年的糍水，一直名列他们街头美食清单中的前3位。嚟啦，池水到啊！池水最後1碗賣晒啦嚇！多謝多謝。唔使幫手咋？不過我啱頭先接到電話，有人嚟入皮婆有池水，係啊，你媽材料係冇嘅，等我稍時我你埋啊。等我埋啊，一齊埋啊，好嘅。80後的黃仲仁從2004年開始接手祖輩傳下來的特色美食，珠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金巢琵琶鴨後，母親黃以長就也身體力行地支持兒子。客人在這家老店裡，除了能品嘗到100年琵琶鴨的精髓外，還能一試最正宗的前務傳統街頭美食。葉仔田外餅係我自己親手做嘅。好啦，慢慢食啦嚇。在物質匱乏的年代，普通市民想品嘗一碗足料糍水，往往只能寄望於春節的飯桌上。隨着生活的不斷改善，糍水這種過年才能嘗到的美味，開始走上了街頭。哇！啲女棍啊，滾你靚嘅。點樣滾啊？鮮命、猴肉啊、白醬嗰啲咪好靚噶啦。啊，你聞落幾好香啊，係嘛？好香。真係好香。誒，嗱，俾你哋搞水。雷干，前務糍水中的靈魂所在。當地人有一種說法，吃一碗沒下雷干的糍水，等於品了一頓無主菜的乾癟盛宴。疍家人從蛤梨中開殼取肉，用鹽水清洗肉的污垢和泥沙，鋪在網上生曬。乾身後的雷肉鮮味濃縮至極致，再與清淡的食材搭配，於是有了雷干和糍水的完美偶遇。洗米啊，浸啲米之後呢，我就去煮飯。煮好啲飯呢，就涼拌隔夜，一定要隔夜先涼啊。浸泡的大米和隔夜熟米飯均已準備就緒，黃以長要開始最吃力的粉末沖打，把浸泡好的大米倒進石沖，一踩一撩，看似簡單的動作，需要手和腳的高度協調才能完成。把米粒變成米粉，需要500到600次的踩踏。以前就個戶戶都要種，而家用機器打啦，係咪？都係去買，我就唔肯定佢靚唔靚，種出嚟嘅後果肯定靚嘅。將沖好的米粉倒進篩網過濾，隔粗流細，粗的米粉混上隔夜飯，再倒入石沖。一定要落冷飯，唔落冷飯就唔仁義啊！沖好之後就中啦，中爛又最細咁咪得咯。米粉沖好之後，開始了決定糍水口感好壞的重要工序——搓粉。嗱，水一定要緊，撞落嘅近東要到8到90度，咁就慢慢嚟搓粉啦。嗱。菜粉係咁慢慢菜就唔滲得吉嘅，一時間倒水啫，佢就會熟噶啦，會起粒噶啦。
一隻菜到佢長甜為止，又注意菜到佢起啦，睇到起水分咁就得噶啦。從粉狀到團狀，再到糊狀，只能採用開水遞加法。每次搓粉都是一次製作人雙手經受滾燙測試的挑戰。米糊到了能以線性狀態往下流的標準，就可以開始最後一個步驟賴。9號啲粉就用嘢學，準備嚟耐啦嚇，佢嘢學，不過佢學緊咗40年噶啦，真係好老噶啦，佢學得好老噶啦。賴就是淚的意思，米漿經椰殼孔形成線狀，順勢淚進開水中，沸騰的鍋水讓米漿迅速凝固。都係轉完之後咧，浮嚟少少筋咧就比較滑湯啊，撈浮嘅啦。撈浮之後咪就摸下冷河嘅啦，嗰個冷河就上冷啦。此水賴成後，黃義長會把蒜頭爆香，加入水煮開，再下糖、鹽、胡椒和雞粉，用作此水的湯底。把擂乾爆香，在猛火熱油的催化下，加上臘腸、蝦米、魷魚絲、鵝腎、鵝腸等配料，淋上湯汁，一碗傳統的前霧糍水才算大功告成。佢辛苦得嚟，佢又好開心。最開心都係人哋食過之後話佢整啲嘢好食咯，最滿足最自豪嘅咯。興趣不僅是最好的老師，還是最大的動力。客人的一句“對味兒”，給了黃義長莫大的安慰。走過了一個甲子的人生里程，黃義長深知新生一代從不缺美食，缺的是融入了傳統手藝和情懷的出品。而他要做的就是讓前霧糍水這種街頭美食融入新生代的日常。幾隻攞咁呆落去啦，呆得嚟都好開心噶。我想幫到有3、7年咁，我都知足噶啦，最努力啦。旅遊與美食總是密不可分。一座城市的街頭美食是幫助遊客打開城市文化的一扇窗。在澳門多元龐大的美食體系中，最具特色的味道大多藏匿於澳門的大街小巷。這些一口就能喚醒人類味蕾記憶的店鋪多到難以統計，但能被米其林指南收錄的屈指可數。很幸福啊！我很早上覺得真材實料，好濃嘅榴蓮味、鍋味啊！我1年嚟幾次嚟親官也街都會特登過嚟買個雪糕食下。不管是澳門本地人還是遊客，走進關野街，總是經受不住貓山王榴蓮雪糕的誘惑。這家曾經的小士多，自2016年以來，連續5年被錄入米其林指南的街頭美食推介。到85年，一開始呢個又係賣大菜糕啊、小食啦，啲嘅漢堡包仔啊、香腸魚蛋啊，士多嘅形式經營㗎以前。梁奎之和莫炳全夫婦是這家甜品店的第3代傳人，從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士多到米其林指南的街頭美食推介，如何創業守業，這後面總有撥人心弦的勵志故事。整翻個大菜糕先。喂，芝姐。你好啊，老細。喂，整個大菜糕呀先。大嘅大菜糕你食下。哇，好，加汽水。加汽水係嘛？以前原始嗰人咁係咁食嘅啦。試下佢個味道先。得唔得啊？得，幾十年都冇變，就係中意食你呢種傳統嘅味道。多謝。係。第3代傳人梁奎之接手的這家小店，誕生於上世紀40年代。
当年只卖闲杂的小士多，凭借着大菜糕这枝独秀，成为了好几代澳门人的童年記憶。點解有三色大菜糕嘅？好奇嘅。大菜糕又稱為石花凍，是採摘海邊礁石上的石花菜熬煮過後冷卻而成的一種膠狀甜品，類似於果凍。呢個過程咧就最緊要煮嗰陣時間好緊要。時間唔夠嘅呢，有啲大菜唔溶嘅呢就唔好。時間過咗嘅呢，佢黃色有陣味咁，一定要過濾。過濾咗之後咧，解凍佢60度至70度度啊，開始蒸。浸泡、清洗、熬制、過濾、凝固，莫家的第一代手作，成了澳門街當年的爆款。到第二代傳人接手後，所創作的甜品更是讓這家小士多聲名遠播。非常纯。就是它會有那個榴蓮的那個果肉那個絲的那個感覺，然後就是完全像吃榴蓮的感覺。次次過嚟都買嘅，好多肉㗎，你睇下，啖啖都有榴蓮肉㗎，好好食㗎。成功地把貓山王榴蓮果肉變身為雪糕，貓山王榴蓮肉的芬芳馥郁，肉絲凝脂和雪糕的嫩滑絲柔，入口即化，一經結合，即吸粉無數。這正是莫家第二代傳人引以為豪的傑作。所謂創業難，守業更難。前人所創的兩款爆款小吃，給第三代接班人以無形的壓力。基本上呢，成21個鐘到啊！好生意嗰陣，計呢度一日翻3個零鐘。每天早上幫忙丈夫做好開業前的準備，梁奎芝就獨自走進後廚，開始手工生產雪糕。接手小店的28年來，芝姐不敢有絲毫怠慢，堅持延續前人的純手工製作，即使手工製作耗時費力，產量偏低。啲貓山王榴蓮雪糕啲雪糕真係做得好長時間，一日做嘅時間要10幾個鐘啊！貓山王榴蓮雪糕的材料主要是奶粉、葡萄糖和馬來西亞貓山王榴蓮。有5粒星嘅呢先就係真正嘅貓山王。嗱，我而家開俾你哋睇呢個榴蓮。即係話嘅我稱啊隻榴蓮呢就係4斤幾，你開咗之後呢455克，一個榴蓮呢就我做5、6杯到。即係以前老爺教冇機啊嘛，冇機呢嗰跟住要剁佢搞落去，冇咁辛苦啊嘛。煲水呢至好煲到80度到呢咁就啱嘅，做雪糕唔使落霜啊，啲榴蓮肉啊，啲水果啊。溫度高嘅呢啲水果呢係變味嘅啦，冇咁好食嘅啦。當水煮至80度，芝姐開始將葡萄糖、奶粉和榴蓮果肉陸續倒進水中攪拌均勻。接下來開始進入決定榴蓮雪糕口感的關鍵一步。嗱，你家姐咁樣攪勻佢，攪2、3個住、3、4個住咪 OK 咯。豆大雪糕好辛苦嘅，一次係3、4個住啦。第一處呢要耐啲，因為啲榴蓮肉要會混打啊嘛。第一處打到佢混晒，第二處呢冇咁辛苦嘅啦。第3處呢咁誒搞佢陣間搞佢2攪，嗰佢開始凝固嘅啦嘛。要把漿裡的榴蓮肉攪拌均勻，直至半成品呈現糊狀後，即轉入冰櫃裡，反覆急凍3次，最後手工入杯。我打一櫃嘅啊，10幾個鐘啊，一個人打1400幾個啊嘛。速凍櫃咧3、4個住就食得嘅啦。哦，呢個貓山王係整呢個啦。係啊。點賣？解凍先食68。68。哇！呢為招牌嗬。招牌。好好。要解凍解幾耐？幾分鐘就得啦。都係純手工嘅呢啲啊。我哋一啲純手工㗎，你睇我做到2個關子。好啊好啊。
1987年，守住了本业的芝姐开创了以饼干碎为主要原料的木糠布丁，用芒果柚子做的杨枝甘露。墨家第3代明星产品正式面世。即係從士多到依家，真係甜品嘅特色店，真係好多人食，係我老爺太公太婆嘅功勞，我都跟唔上。随着吃文化的不断演绎，美食于我们而言，已不仅仅是充饥。它可以调动情绪、调节心情，还可以品出情怀、体验文化。而对芝姐而言，如何将这份被追捧的街头味道延续到下一个100年，是讓她最為憂心的事。細個嗰陣咧，圍住啲細佬妹啦，依家真係圍住木兒呢間鋪頭啦，因為我冇仔女啊嘛，我一定要保住個品牌落去，做好自己咯。至緊要開心，你個開心個人咧，朝頭早去運動翻，你完全成日唔攰。食在廣東，不僅意味着這裡有讓人眼花繚亂的珍饈美馔，也涵蓋了那些煙火升騰的街頭小食。親切自在，不拘小節，也許是他們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。爐中光火燃起，大廚在灶台前專心忙碌，食客三三兩兩尋香而來，隨意吃喝談笑，這樣的場景正能體現別樣的市井風情。想融入一個城市，最好的方式莫過於探訪街邊小吃。當你已經與這座城市混為一體之後，那你一定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街頭米其林。